一个高频智能体每跑一轮，账单先被输入 tokens 顶上去。现在这部分价格被压到每100万 tokens 只要 0.75 美元。那 0.75 美元到明年还划算吗？这么呢 3.7 Flash 把高频调用从先算预算推到了先跑起来再看账单，但这个低价只到2026年12月31日。真正要看的不是单次调用便宜多少，而是它能不能在长流程里少绕几轮。顺着这条少绕几轮的逻辑， Google 刚上线的 Gemini 3.7 Flash 正好卡在这个身位。它不是只负责补全几行代码的轻量模型，定位更接近代码生成、工具调用和多步骤智能体工作流的工作码。输入每100万 tokens 是 0.75 美元，输出每100万 tokens 是 3.75 美元。访问则通过 Gemini API、Google AI Studio 等托管入口完成。你手上如果是代码审查、后端自动化或文档处理流程，关注点会从模型够不够大，变成它能不能稳定跑完整条链路。这条链路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时间线，已经很紧。2026年6月 Claude Sonnet 5发布，主打接近 Opens 的性能和更低价格。2026年7月，它又凭借代理能力吸引开发者尝试跑出 Opens 级别的工作流。仅仅3周后， Gemini 3.7 Flash 接住了这个位置，把 Flash 系列从成本效益路线推向代码和智能体任务。所以这次不是单独一次换代，而是 Google Cloud 旗下 Gemini Flash 系列持续压低成本、缩短迭代周期的又一步。接住这个节奏， 3.7 Flash 的关键变化反而不是再次训练一套大模型，算法精炼是核心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它建立在 3.6 Flash 的核心推理基础上，主要靠算法精炼来改进推理步骤和多轮工具调用。官方没有公开具体网络结构、参数量或底层 MOE 细节，因此不能把性能提升归因到某个架构名词上。3周完成一次更新，代价是能力边界更依赖推理策略和服务端调度。一旦任务变长，工具出错，原本的优势仍可能被额外轮次吃掉。算法精炼最后要落到工作流里， Automation Bench 给出了一个很直接的信号。Gemini 3.7 Flash 得分是 30.4%， Claude Sonnet 5是 10.7%， GPT 5.6 Terra 是 23.6%， 超越竞品。这组私有企业工作流评测里，它确实排在2款竞品前面，但评测口径是基准测试，不等于每家公司的真实流程都会复现这个差距。如果你现在卡在多步骤审批、资料检索和工具串联上，这个数字值得做小规模回放测试，而不是直接替换线上主流程。既然多步骤任务会放大推理轮次， 3.7 Flash 也把思考配置交给了调用方，现场调节。你可以按业务选择更低延迟，或者给复杂任务更多推理空间。说白了，就是拿质量、成本和等待时间做现场调节。不过由于代码默认基于 Python 2.7 而不是 3.x 版本，这种配置在老旧环境中更需谨慎调试。但材料没有给出不同配置下的具体分数、时延和账单曲线，所以不能把可配置直接等同于已经找到最优点。真正稳妥的做法是按任务类型留出几档配置，再用失败率、工具调用次数和单任务成本做门槛。配置能控制单次任务，价格则决定高频智能体敢不敢长期运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它没做新一轮预训练，靠算法改进就把价格打下来了。当前输入价格是每100万 tokens 0.75 美元，输出价格是每100万 tokens 3.75 美元。从2027年1月10日起，两项分别上涨到 1.50 美元和 7.50 美元。输入翻倍，输出也翻倍，月末集中跑批时，账单不会只增加一点点。所以别拿2026年的优惠价做全年预算，至少把涨价后的 1.50 美元和 7.50 美元一起压测进去。顺着这笔压测进去的账，长任务究竟能不能少返工，接下来得看上下文与检索的硬实力。Gemini 3.7 Flash 支持100万 tokens 的上下文窗口， JPA MARCR V2 的 128K 长上下文检索准确率是 97%。 这个结果适合解释大代码库，
长 PDF 和多轮任务为什么有吸引力，但它只覆盖 128K 检索评测，不代表所有100万 tokens 的实际请求都不会截断。你真正需要盯的是上下文装载量、检索失败后的兜底，以及长流程运行几小时后会不会反复跳用。长上下文和低价格都成立，使用门槛却没有一起消失，门槛依然存在。关于 Collaboratory 实时协同编辑，有人担心干扰，也有人期待分布式 AI 训练。不少开发者反映需要注册并加入等待名单才能使用，这是用户侧的聚合反馈，不是官方服务稳定性数据，样本也有限。产品入口本身是托管服务，代码版本、权限和地区可用性仍可能影响接入节奏。如果你已经在等接口放行，别把等待名单当成生产环境承诺，先准备替代模型和再试策略。接口门槛之外，更硬的限制是它没有开源全值，也不支持本地私有化部署。受监管企业可以通过 Gemini Enterprise 走管理和合规路径，但需要数据驻留或物理隔离气息环境的团队，材料明确把它排除在外。你可能会觉得托管 API 已经足够安全，可模型全值不可自持，数据处理路径也需要单独审查，不能只看评测分数。需要本地运行、显存可控和离线审计的团队，不该上 3.7 Flash。这个结论不是保守，而是由部署边界直接推出来的。把这些条件放回选型表，结论就分叉了。初创团队或终端团队如果要跑高频长运行的软件工程，智能体当前输入每100万 tokens 0.75美元，输出每100万 tokens 3.75美元，值得先做小流量验证，但预算必须按2027年的 1.50 美元和 7.50 美元重算。如果任务是复杂 PDF 结构化提取、截图转界面或多工具串联， 30.4% 的 Automation Bench 和 97% 的长上下文检索提供了明确测试方向。如果是高安全等级本地应用，直接跳过。你在这条线上攒下的代码判断、故障手感和流程人脉，仍然比模型自己决定流程更重要。3.7 Flash 适合接管反复执行，不适合接管上线拍板。